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这两天台湾真的是冷，所以是说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礼拜没有去上海办事情，但是我睿智的决定，台湾都这么冷那个上海一定是更冷，好吧？好，那我们声音应该正常我们所以说各位朋友应该看到我老师看到声音条应该都正常了，这不会出现一开始没声音的事情。好，那这个礼拜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其实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从1月里面我们看出来整个世界有很多的端倪。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柯文哲前市长他其实在这一次的攻防战里面我们昨天好像应该昨天吧，就是那个1月11号定估值这个活动。那老师没有去参与所以你不要说老师我有没有去参与？没有很多人来问老师有没有去，要跟老师会合一下，没有我不用。我身为老师，我就要维持我的中立，所以说呢，无论我心里支持谁或是不支持谁我都不会去特别去站对边这个是我身为老师就应该有的立场，好吧？就是我不会参加任何的这种政治活动。当然也会有政治人士来这边给老师做命理推算，原因也是在这里因为我帮他算，我不会因为他的党派我喜欢这个党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党，然后我就跟他讲，你未来会不会上选，或者你这个路怎么样走。这个我就没有任何的心中的任何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老师这边的各门各派还有各种样的政治人物也都是老师的贵客，就这个原因。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柯文哲先生这次的一个模式他昨天号称有15万人来进行了他的这个定租资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能不能算成功？有人说这个声势浩大，但执政党应该会吓到其实老师跟各位去讲一个实在的事情老师之前跟各位讲。这场的集会游行是很重要的，但是它的目标性其实比较弱一点，就是说你是为了柯文哲而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个事情他现在这样的声势就已经是可以是说这个民众党他这次的活动是一个失败的活动。为什么说它是失败的活动呢？因为它的15万并没有真正很明显的把你的名气整个激发出来。你看在过去我们再去选举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那个各个地方的动员或者是一些操作那你每一次去无论是哪一个党基本上是靠动员的啦。你说完全没有动员的不可能，哪怕韩国瑜他之前在选总统的时候也是一样，那现在都是动员去的，而且呢一票归一票东南西北跟着走。那这样状况之下，就是说你有基本盘，你有这个基本盘，那么我们才能够是说你这个党的声势是大的。但是像这一次柯文哲被抓回去之后然后那个黄国昌呢立刻去召集的小草们要做1月11号的这些的这个整个的不好意思整个的这些集会那如果只来15万人，代表说民众党他的一个力量在这一次达到了巅峰。但后面状况来看我觉得是无论谁去当党主席他能够维持平盘就非常困难了。民众党整个的士气跟他的民心会慢慢的往下降，会不会偏到国民党或偏到民进党那边？不一定不一定，除非再有一个强人来出来，那么我们才能说民众党他的实力才能够成功。因为这次的游行你没有足够的名嘴去给他去挺，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的悲情也不够如果在那个地方，我们讲很简单的，陈佩琪在整个大庭广众之下自由广场前面然后他跟你是什么？可以给你磕头去跟你磕头然后去说，哎呀，我们怎么这么惨对不对？你头磕了下来。那基本上你这个名气也开始去使用，但是问题是他整场的活动里面老师虽然没有很仔细去看说实在我没有很仔细去看，因为这几天的那个批流年批的比较忙一点，还有我们的一些法会的事情要做的比较严谨一点，所以我是没有很认真去看，但是可以从其他粉丝朋友告诉我这边所得到的一些资料我们就可以很确定这次他没有第一个不够悲情。第二个，你目标性很弱，你只是呛司法，呛司法，你呛完之后如何呢？我们还是回到过去我们心中没有使命感，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你黄国昌能够鼓动出来的人，哪怕跟馆长一样，他们一起鼓动出来的人，如果你只有15万，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是没门基本上他的能用的东西是很弱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黄国昌并不是一个很擅长去鼓动这些民心士气的人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长，那还需要一些国民党一些人去给他一些怎么样的该说什么呢？给他一些建议。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看的是比较少的，所以整个这个气势造起来你这个百姓过去的地方他没有打鸡血的感觉，他没有觉得说我下次一定要再继续来去参加这种活动。那我是为了台湾自由民主博爱，我是为了这些冤屈，我为了这些公平跟正义而战。没有所以这一次的整个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1月11号这个定估值这个活动基本上应该啦我看这个名气跟它的整个展现应该是民众党的那个末日余晖
应该算是他末日余晖，他能够展现的事情应该是不多了。那么再接下来看到，我们也看到了是说什么呢？我们看到柯文哲先生呢，他也提起了抗告。这个抗告这件事情啊，其实老师为什么没有直接去做个临时的一些更新？原因就是抗告也是没有用的啊！我不想再给他落井下石了。为什么？因为你抗告的时候，老师当时在他被抓进去的时候就有说，你第一时间抗告，那对方还没有准备好他要准备的事情。他的理由或他所有一切证据，或他所有一切的，管他是 Excel 还是什么剧本，你都没有完完全全的是说很有说服力的时候，你去抗告，基本上你出来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你一抗再抗，你这个东西是出来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的手上的一些资料是不够的。但是你第一次没有抗告，你在那边想是说你不要为难检察官，然后呢你就什么大摇大摆的走进去，大摇大摆走进去，你就什么呢？这个。那真的就是什么呢？羊入虎口的感觉啊！你这根本就是羊入虎口的感觉。所以你一进去之后，你要再出来，能吗？不行的，是不行再出来的。你没有在个半年1年，你是出不来的事情。而最后你到底会不会是说你有没有沉冤得雪，或是在任何一个状况，其实这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老师不是很喜欢在用这个东西来做命里面谈，我觉得有点过分。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嘛，我们就稍微小聊一下。按照这个状况，我们可以从柯文哲他本身的坎跟格局，还有他的一个模式来看啊。这种能言的百灵鸟，你只要把它关3个月，它就已经不知道东南西北。这个东西啊，还有老师一些能够得到一些资讯啊。这次我们看到柯文哲先生出来之后啊，他基本上是他的应对进退，还有他的一些元气啊，或者他的反应啊，都慢了半拍。那你出来了再进去，他心里有没有准备？他其实是要再进去的，是有他其实也是有他自己心理准备是要再进去的。那么你再进去之后，你再关他个半年，这是延压4个月嘛？那有没有可能在半年的时间？有可能在半年时间，甚至在快1年8个月的时间都有可能。那么你再去关进去的时候，那么他再出来的时候，他的健康跟他的一些精神反应啊，都会降非常多。因为看守所里面你不是你可以在里面连放个肥皂箱然后大放厥词的没有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读居房这个不知道老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读居房。但是如果要是我是这个黑手的话我不说这件事情有黑手了。我就说这次我是黑手的话，我就会让他怎么样呢？我就让他这半年以内都没有人跟他讲话，我这半年都没有人跟他讲话。他这种百灵鸟，你只要让他闭嘴半年，我告诉你，出来他就疯了，他这个精神就不正常了。我告诉你，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什么？你会看到一个精神失常的老人。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大脑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脑袋不灵光或什么想不到这些事情。我告诉你。大脑这个东西无论到几岁但年轻是最好了。就算是你在年老，你要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刺激它。你只要不养老，你就不会老。这个很现实，你一养老，你就老得快。所以任何人基本上你只要一直不断去为自己的生活去创造一些你的目标跟使命，不断的去思考跟构思你脑袋中的神经也会不断的去成长出来，然后让你的思绪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快速，然后你的精气神越来越好。只有你自己心里你觉得是说我都不要了，我够了，那你的衰老速度会比别人来得快上许多。这是一个原则性啦，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原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你只要把他困了个4个月半年，基本上他就没有办法再出来跟民进党一战这肯定的。你就算再出来给你平反，怎么都是一样，你也没办法再战了，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反应跟能力了。他基本上后面你再关个半年1年，他可能就已经失智了。可能就已经阿巴了，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了，因为他是一个极端的个性，他一辈子都在奋斗，就是无论他当医生跟病患奋斗跟那个白色巨塔里面的斗争或是很多事情或者你看到怎么样去研究那进了市政府怎么跟郝龙斌战斗对不对？怎么样去跟之前那个什么，上次跟他选那个老头子是谁，我已经忘了。那你这些都在不断的去刺激，然后呢，还有政治的问题，还有他享受到这些掌声跟荣耀。他就一直不断去想，所以说他越战越强，强到后面他觉得是说他可以问鼎了总统宝座，但实际上行不行？当然是不行的这个事情就很困难，基本上你会拿不到，就是说你自己到底有多少斤多少两，那你一旦被关进去，你就疯掉了，好不好？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是说柯文哲先生这个我大概是不会预测错了，他大概在所有的一个政治生涯到这边大概也就枉然了这个小草也帮不了他。这个标题我们大概下播之后我们把它改掉只先跟各位知道说老师有在关心这件事情。那小草上去15万没有办法，这次如果北中南大串联你有30万人上街，那么这件事情还有得讲。你没有到30万，民进党只要放到他傻掉，他就完蛋了。我就讲民进党不太对，
用字遣词可能要改一下，就是减掉可能他还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调查的话，哦，那基本上你不用去给他判什么刑，他自己就会疯掉了，好吗？好，那我们现在看到那个马来西亚有这几年的房产竟然可以投资吗？投资这件事你不用想，好吧？投资这2个字你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了，啊，真的是不要去想，好吧？东南亚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模式啊，各位，东南亚它这个区域啊，第一个就是你们的这个基本上天然资源是够的，气候也是非常稳定的，百姓是十分安逸的，挂号懒散的。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之下，你就算不努力，你就算躺平，你还是可以活下去。像老师啊，以前刚去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我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跟我讲，马来人是不会饿死的，因为什么？因为路上都有水果可以摘。我就觉得怎么会去摘别人水果呢？这么无聊的事情吗？还真的树上还真的是有水果啊，但是不多啦。比如说就是一些莲雾啊什么的，不多啦。但是事实上，他真的要去偷这些水果是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像老师以前坐校车那个 school bus， 对不对？哦，坐校车坐到一半呢，还有那个什么菠萝蜜挂在路边，哦，一颗菠萝挂在路边，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饿不死。那这个也造成了什么？也造成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太努力。所以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啊，无论是新马、印太、越啊，基本上它都是靠外资的力量而起来的。你外资如果没有进去，这些国家就没有办法发展。新加坡就是这个案例，新加坡基本上它是欢迎各国的资金，而且它有能力去处理这方面的资金。那是因为那么李光耀跟李显他们的策略是正确的，所以是说新加坡变成一个东南亚的金融中心。那是因为马尼拉跟曼谷这2个都已经被斗掉了，所以现在留在新加坡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加上它里面也有聪明的印度人啊，应该算是奸诈的印度人啊，还有那个聪明的华人，还有一个什么务实的马来人。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基本上他们就可以融合起来他们最需要的元素，所以他们种族共治的状况是蛮高的。那这些人其实都是蛮忠于他们的国家，就是新加坡，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是可以很完整，加上他们土地也小。那所有东西呢，基本上都是国有的啊，绝大部分都是国有的。各位你要去知道，不要在那笑什么社会主义啊，尤其台湾的朋友说社会主义就等于共产党啊，巴拉巴拉巴拉的。我告诉你，新加坡就是社会主义，新加坡是没有私人土地的，大部分还是有的，那是在外围啊，那个外围岛上才有啊，那海滩那边才有。那基本上新加坡他们的那个主屋基本上都是什么政府给你的时间，然后时间到了把它拆了，然后你再去买。所以说，它也是没有私人土地的事情，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以社会稳定跟繁荣为基准的一个思想。所以说，为什么习近平说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你虽然是没有私有土地，但是它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啊，还是可以是什么过手的啊？他们政府可以买卖嘛，对不对？还是可以过手的。所以说，他的一个模式是符合他认为他那边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但是新加坡的社会主义跟瑞典、跟丹麦、跟瑞士的社会主义又不太一样，所以它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说，你说要投资这件事情，你就可能看老师的节目不是非常多，因为你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的状况之下，你就不会有外来资金去投资马来西亚，你也不会有钱去投资泰国，泰国这次又爆发那个新兴事件，所以说就不会有人去投资它。不会有人投资它的状况之下，你去投资房地产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热钱去炒作它，你就变成只有需求，对不对？你靠马来人去买房吗？靠华人去买房，还是靠印度人去买房？三大种族里面2个就躺平的过日子的，你觉得谁会跟你炒房？没有。所以加上马来西亚它的南北中啊，他们基本上它的差异是蛮大的。所以是说啊，你说你要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第一个要看哪里。你投资在新山那个地方可能还有点道理，新加坡人会过来住嘛。但是你在新山再往北一点，你到麻坡到马六甲，那没办法。这个是一个逻辑思想。这逻辑思想就是你没有外资进去的时候，东南亚就是一片祥和的人间净土，好吧？就人间净土，就是当地百姓都可以过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那缅甸天到晚割人家腰子，他不割缅甸人腰子，他割的是你中国人、台湾人的腰子啊，他也不割缅甸人的腰子啊，对不对？说当地百姓只要没有外资，他们就是人间净土；有外资，他们就变得富裕，但是当然他们的想法就会变多，那这时候才有炒作的空间。这个东西有没有佐证？是有佐证的。比如说越南当时老师就说不要去买越南的房子跟土地，那个只是热钱进去，那个大水漫灌，就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说过了。大水漫灌之下，你所有的股市跟房地产都炒起来了。那等他们要开始 QT 的时候，QE 我要 QT 的时候，他就把钱全部吸回去，你一定会倒，那个一定会倒，这是美国惯用的伎俩，资本主义惯用的伎俩。当时我在一直讲，大家没人在听。
比如说没人在听啦，就是很多朋友不以为然啊，你一个算命你懂什么？你到现在看越南的房价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外资的时候，他本地人是根本就是不会动的。我就乖乖在我的房子里面，我就打个工，找个厂打个工，娶个老婆，生个孩子，下辈子再来一次，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企图心，就这么简单。我输了就输了，赢了就赢了，对不对？我人乐知天命啊。所以说，投资东南亚的状况之下，你一定要去了解，它跟世界经济是没有直接的挂钩，但是它很吃世界经济的一个财富的流向。当世界经济好的时候，东南亚一定是欣欣向荣；世界经济不好的时候，东南亚一定是一片祥和，生活绝对是很好。比如说像泰国这次的新兴事件啊，那个中国艺人王鑫被抓过去，对不对？泰国现在整个旅行业整个跌到谷底啊，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去过年？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知道，在这个新兴事件之前，泰国是欢迎中国旅客去的。他欢迎中国旅客进去之后，那他那边的物价跟房价整个蹭上来了啊！很多傻傻的中国人就买他那边泰国的房子啊，跟泰国的河谷啊，因为他们跟你们以前一样嘛，对不对？那个外国人不能持有他们当地的不动产，是不是？你必须要什么？外国人占49%，本地人占51%，开公司也是一样。是不是在这个状况下，跟中日以前的这个中国对外合资也是一样的事情？所以是说，很多人就去了之后，你东西也没了啊！你赶回去之后，你别墅放这边，别人也不要你的，等到你们没有了，他就来收回就可以了。所以说，那个泰国的整个物价跟旅店的价格、酒店的价格就蹭得很高。现在直接打对折给你，去不去？不去啊，不去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看世界局势之后，我们要知道它的经济的核心在哪里。东南亚、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啊，还是这些国家，它很吃外资。很吃外资，因为他们本身没有拿得出手的一些跟世界一别苗头的一些专长，所以说你说投资好不好？不好，因为投资就是生利，没有人投钱进去，你生不了利，这么简单。好，结束。马克灭了2028连任总统应该有危机了，会啊，这个当然日本2028如果还有选举的话，这个你要现任的总统，你要连任的状况是没有那么容易了。我说实在的啊，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大家会觉得我不参加，但是我不相信你啊。好，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好吗？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完这个课程之后，我们要回来看一下世界的一个局势。我们知道最近发生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事情啊，比如说洛杉矶啊，因为原神更新了火神，一个游戏叫原神哦，那个有人说原神刚出来的时候，出来是风神巴巴托斯，所以说美国遭刮了飓风，对不对？那隔年出了那个什么，出了那个摩拉克斯啊，那还有那个美国又出现了地震，还有什么灾我忘记了，然后再一年出了草神，然后因为它有沙漠，然后那个美国就干旱，再一年出了水神，然后纽约进大水，然后今年出了火神，然后加州出大火，这个是笑谈呐哦，这个很多人知道老师有在玩这个游戏，跟老师讲这个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不好？啊，出了火，那明年出冰神，那美国就变成冰风暴啊，对不对？那个这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好吧，那个洛杉矶这一次啊，他们这次在这个森林大火里面啊，它其实基本上有一半的原因啊是。当然，我们知道那跟气候变迁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因为它这次是怎么样呢？可以说是2024啊，是整个历史上面在加州上是一个最热的一年啊，全球增温啊突破1.5°C了，这个大关。你说2度的话，很多国家就湮灭；1.5度啊，那你很多地方，尤其是纬度比较极端的啊，比如高纬度或特别低纬度的。那么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异变，比如说我们看到西藏这次也进行了大地震所以说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这个跟气候变迁一定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关系当然就是因为它去缩减了这个消防局的预算几千万美元的预算，还有他们的一些设施没有做好更新，都导致它的水是不足、人力不足、设备也不足，所以说你救灾当然也不足。那这个东西一旦烧过去啊，那当然这时候美国的保险公司就赔了，目前所估计出来的赔偿金额大概要到6600亿。那所以说他们讲那么久的保险费，现在也应该捞一点本回来了，好吧？应该是这样吧？就是6600亿要去做这个重建，但是能不能全部赔？那当然是不行啊。保险它只是有程度的填补，不是说你烧要多少就赔多少，没有，它就有一定的程度的填补而已。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就即使是现在的有点老迈的昏聩的拜登啊，他也形容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在战场一样。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人为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比较糟糕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爱护一下地球啊，不然你哪一天出现了一些天崩地裂的问题啊，这个很难讲。比如说老师推背图第41项跟第42项，各位还没看过的去看一下，对不对？第40项我已经告诉你了41、42、43。各位，你新朋友应该不知道，老师在5年前就跟各位预言，未来不要说世界了，中国是有 AI 统治的。你当时觉得看电影看太多，你看骇客录看太多了吧？怎么可能？你看现在可不可能？
好不好？这再发展下去啊，这个有科学家预测100年之后啊，可能这个世界就被 AI 去统治了，对不对？我预测是没有到100年那么晚了，没那么早了，啊，应该还要再久一点，那可能也提早也说不定。所以美国现在它里面的内部动荡之外啊，它还有人事也动荡，比如说最高法院呢，它也现在要去对 TikTok， 也就是这个抖音的国际版要进行的是说，你可能在1月19号之前你不卖，你就得在美国下架。各位，下架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下架是不是等于你不能够再去下载到抖音的这个？抖音 TikTok 的国际版不是，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下架不到，但是如果你去到官方网站下载它的一个 APP， 你还是可以下载到，但是你可能那个苹果下载不到啊，苹果你可能开 VPN 你可能下载不到吧。好，那除了苹果以外，你安卓基本上你还是可以去到官方网站下载它的一个 TikTok。所以说呢，它并不是说只能完全禁用，就是你手机里面不可以拥有 TikTok， 然后你发现有自动移除这个事情，目前为止是没有。为什么1月19号各位都知道哦？因为我们川老先生觉得 TikTok 是可用的，因为他这次的当选 TikTok 是有绝对的帮助他的一个关系。所以目前也只是在说倾向维持 TikTok 这个事情，但是这个问题只有在美国里面只有这个小事情嘛？当然不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川普老先生他现在在宣布，他不排除武力去夺取格陵兰。哦，格陵兰的 Greenland， 好，这个有的 Greenland， 它明明就是一个冻土，然后你就说是 Greenland， 那可能它以前真的是一个大草原吧，也说不定。那所以说欧洲各国也开始强势反弹，但是还不止这一些啊，包含的是说他把巴拿马运河我们之前讲过，巴拿马运河他要把它收回来啊，或是等等之类的，你要或是把加拿大也变成美国的一个省，一个州了，不是一个省，一个州。那这些事情啊，是为什么他做这些事情呢？各位你要去知道，当川普他在做这些举动的时候，大放厥词的时候，代表他要去做极限施压。好，他会不会真的做这件事情？他是做不出这件事情的，因为你要去发动国际性的战争，你要去把那个格陵兰把它打下来，我告诉你，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打到欧洲，你等于跟世界宣战。因为有你的保护，欧洲是因为美国我有你的美元跟你美国的保护，那让我不要受到俄罗斯的这个强大的武力的威胁，所以说我们站在一起。如果你今天你把你的武力放到我们的家里面来，那么你跟我就不一定是朋友，应该是你跟我不一定可以维持朋友的关系。哦，这个关系能不能维持是问号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当然希望通过格陵兰去对北极圈有所掌控，但这个事情你是很难去做到的。那他为什么要去这么讲呢？左打格陵兰，右吃了北吃巴拿马，北吃那个加拿大，那后面还要再把巴拿马运河收回来。当然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要做这么夸张的事情了。那么我上任之后，我再派特使去跟你谈。那么你觉得我太夸张啊？不然你要给我怎么样，让我觉得是说我可以放过你，那再来谈。所以他在一个大前提之下，他就给你极限施压，让你去认为是说你必须要来配合我，那么来给我足够的好处，这样我才能够去说我继续跟你维持这个朋友关系。所以现在所做的事情啊，大家觉得很夸张，但是大家反应有没有非常大？有，但是没有说他在第一任总统时候这么大。那为什么？就是大家知道是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大概是你上任之后还要再跟我谈第2次、第3次，来跟我们勒索敲诈，或者说勒索敲诈，就跟我们和平的讨论一下，我们可以达到互相的最大公因数的一个模式。那这个东西就变成当务之急。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经济啊，包含了 CNN 他都在说，川普就有可能去宣布国家经济迈入了紧急的状况。那么迈入紧急状况的话，那你同时你就要解决国家内部的问题，你就必须要怎么样？你要从外部里面找出可以去施力的地方，转移大家的焦点。所以说呢，你要把内部的矛盾转移到外部的地方去，那么就肯定我要先跟大家讲说，我要去世界征战，我要成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来转移它里面的问题，就比如来说什么呢？比如来说，我们看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啊，他在打下了整个北京城之后啊，他不是建立了明朝吗？但是他的骄兵悍将在整个南京城或在北京城那边啊，都非常不服管束。为什么？天下是爷们打下来的，对不对？那给爷们享受有什么不行呢？所以说那些骄兵悍将啊，圈地啦，跟满清一样圈地啦，欺压百姓啦，然后奸淫掳掠良家妇女啊，抢劫啊，打地方的官吏啊，为恶一方，走了援兵来了民兵，都是恶霸。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哎呀，那朱元璋就很简单一件事情，当你国内有矛盾，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子弟兵，他们的确是有军功的。而且呢，你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脑袋让他搬家，酒足消消乐也办不到，因为那个几十万的大军啊，开玩笑，那个
你弄到他们跟你造反，那你不用当皇帝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他军旅出身，他自己拳头打天下，他也知道怎么样。你们这么会打仗，是不是？那就很简单，你们再去打蒙古人吧，对不对？蒙古人的时候刚好又不甘心要再来侵扰一下，那个时候他就把整个比如说蓝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骄兵悍将直接往北去派，去打蒙古人。蒙古人打完之后再回来，就慢慢收拾你们，一个一个让你们九出消消乐。因为你要先出去，我才有时间收集你们的罪证，收集你们罪证，你们一个一个班师回来，你们一个一个脑袋掉到地上去。那包含了什么？包含了那个开国的韩国公李善长，对不对？脑袋也得掉下来，没有什么问题的，是不是？这些事情啊，包含蓝玉啊，为什么脑袋都得什么剥皮先炒？就是因为他就是功高震主，说无功可赏的时候呢，那就是赏你赐死了。所以说，川普也是做一样的事情，他要怎么样呢？他要把你自己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国外去。我跟你们到处人吵架，你们都要跟我谈的时候，我谈成一个，代表是说我就有一个能力，是不是？我就可以跟百姓讲，我达成了什么样的目标，你们肚子饿一点，听我，我后来再帮你们做得更好。说这个东西基本上，川普他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他明白他现在的公司叫做美国，这个美国他可能就要破产了，那这个事情就变得很严重。所以耶伦呢，他也希望美国人在中国能够去多买一点公债，那这个事情能不能达到呢？当然，目前中国是在减持公债，因为他们也要避免他们自己的一些系统性的风险，因为美国的公债基本上你付利息就已经是捉襟见肘了，你更不要说你要做基础建设。或者是说什么呢？或者是说你要做其他的一些，更新你的军备啊，这个事情是很难的。而且你还想去扶持你的半导体，你要补贴，这些都是钱从哪里来？联准会借出来，联准会找谁去借？跟市场借。市场借，你已经发行的美元，每一天在市场的确交易额可以达到5000亿美元。交易额5000亿美元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过去借出去的，我跟大家借的钱，这个债券在市场流通。市场流通，但是我新的债券有没有人买？那现在有人就说啊，现在是一个，等它上到那个5%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场时间。当然，就有人说你5%，那你后面还有6%、7%、8%、9%、10%，弄不到钱的时候，你跟 Jack Ben 一样，就是说你就变成垃圾债券一样，你就不断提高你的利率，然后呢让别人去买它。但是每一个时间都嘛是好时间，但是呢，你能不能真的偿付，那就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问号。当然，是不是都可以偿付？那肯定是可以偿付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偿付美国公债的钱是美元，他自己有想办法去印出来，还去交给你，这一定是会有的。但是胡乱去发，那么你这个国际金融对它的信心就会降低，美元的那个公信度跟被信任度程度也会下降，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说，现在大家需要向中国去买，为什么？中国买还买不了多少。你一天如果交易额有5000亿美元，那么中国能够买5000亿吗？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他只能买几百亿。但是中国买美国公债，就是跟世界宣示是说，我中国都相信美国的公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各位大家一起多买一点吧，对不对？请美国队长跳支舞，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买公债了，是不是？所以说，这次川普东呛西呛啊，就是没呛中国关于军事的部分。军事跟领土这2个部分他不呛，所以我们看川普他并不是傻瓜，他呛了格陵兰，呛了巴拿马，呛了加拿大，但是他没有呛台湾。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他没有呛台湾，他呛台湾就很简单啦，他呛台湾就可以了。台湾是美国在造的，中国你敢越之内迟一步，我美国举兵去把你中国给灭了。他敢不敢这样讲？不敢，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不能够，有些事情你可以讲，有些事情你不能讲。说川老爷子他现在还是蛮聪明的，毕竟他才78岁嘛。你到82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傻了，但是78岁他可能还有点道理。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川普老爷在动作的时候啊，就知道是说他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跟别人交易，也包含了是说他的乌俄之战里面，他可能要派出特使过去他可能要直接怎么样，100天之内把它解决。但是他当时不是这样讲，他当时说我当选第1天乌俄之战就可以结束了吗？没有。所以说呢，川老爷子的嘴骗人的鬼，他不会做到的事情，政治人物都是一样的。他跟你承诺完了之后，他是不会去做到的，因为所有事情都是以他自己的安排为主这个是一个很能够去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在川普他在安排的过程之中包含他过去之前安排的一些国防部长或之类的人都有些争议。那现在呢，更厉害的是什么？他钦点的 FBI 的局长他的就是前国安官员巴特尔，他之前就是希望能够怎么样大放厥词，他说他要怎么样废掉 FBI。那他现在要变成 FBI 的局长，那么他现在又开始呼吁是说，他要怎么样呢？他要把那个清除 FBI 里面清除反川普的任何的人。
等于说他就开始怎么东厂要进驻了。对不对？做起来的事情啊，怎么跟我们台湾怎么跟那个明朝东厂是很类似的，你知道？他就开始用他的特务机关来去清除他内部一些不配合的官员。这个我们号称民主灯塔的一个国家，其实，你说其他国家我就算了，如果是民主灯塔的国家，你用了国家的机器来去清除政敌这件事情啊，其实是很不理想的，很不理想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制度上的标杆，我们不是嘲笑它，我们要说美国是一个制度的标杆，它是一个这1-2个世纪以来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它曾经占全世界 GDP 到50%以上。世界上你说阿拉伯之春啊，或是在南非的一些问题啊，基本上包含台湾啊、日本啊或什么很多地方的一些政治的模式跟思考的逻辑，都是承接自美国的思想，包含是说我们出席正式场合都还穿西装的，对不对？说美国看我们崇洋国家跟萨克逊人多么的向前向吸引力多高啊，是不是？所以到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模式底下，你现在用的是这些 FBI 人来去清除你的一个政敌，还有就是说呢，他把他的亲家库许纳，因为他的女婿叫库许纳嘛，他的是他的一个亲家库许纳来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对不对？他这个人他是有污点的，比如说他有承认过逃漏税啊，还有在干扰证人跟非法政治现金，还有18项的罪名。然后你把这些有污点的人放到你的新政府里面去的，那么你怎么期望这些人可以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忠心是一定的啊，这些人一定对川普很忠心，因为这些人本来没有什么未来的人，但是我因为抱到川普这个大腿，所以说我现在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什么有什么的话，那么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和声化。什么叫和声化呢？我只要讨老板开心，其他人都是我的敌人。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我就讨老板开心就可以了。魏忠贤，你是这样的人，我讨老板开心，其他的我只手遮天，对不对？那就没事了，是不是？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你给一个78岁的老人，然后让他下面的人去驱除他的政敌，然后让他自己相信的人去出任各个的一些要角，这其实对于一些很简单的企业管理里面就你去治理一个企业这个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因为用人不能为亲。用人为亲，你的事业一定是很难成长。有人说老师你不懂川普做那么成功的事业，怎么会不知道企业管理了？没有，川普做的事业，他基本上靠名声起来的。他的事业1半以上都是破产，好不好？不要以为川普很会经营公司，没有，他电视节目那个 The Apprentice 做得很成功。那谁是接班人？香港叫做学徒。这个节目是把他塑造的他很会做生意，没有，其实他之前的生意很多，在节目里面生意很多倒掉，比如说泰姬玛哈他的赌场也是垮台的。很多事情都是倒闭的，他破产的企业比他成功的企业还要来得多，包括他自己做了一些杂志啊，卖了矿泉水啊、牛排啊，很多都倒了，餐厅什么都倒了。他没有我们想象的是说他这么会的做生意，这么会的去管理，没有，他很会做媒体。他是不是好人？老师相信他是好人，对不对？我相信他是为中国的为美国好，但能不能做到，跟你是不是好人，这是2回事啊。其实我对川普他在2025年下半年，我觉得是非常不看好。所以说，你说老师现在是不是什么东西可以投资的时间？没办法，因为川普老先生他就没办法再撑过这个第3季以后的美国经济。然后第3季以后，贺锦丽上来的话，我告诉你，第1季都过不了。贺锦丽第1季都过不了，第1季就很难看了就差不多就完了那个没什么问题。那川普可以撑到第3季多了9个月其实都不会好。所以说，既然美国经济会有出现问题的疑虑，那么后面的事情其实我们就会非常的去担忧，说我们投资市场会不会有问题？一定会有问题。所以老师还是建议各位，今年无论如何就是存钱。现金存下来，投资你可以买黄金，这些贵金属你放10年，它一定会赚之前听老师话买黄金的，你可能现在就出手，那也没有问题，你想出手就出手，反正你赚钱了嘛，对不对？还赚不少，是不是？我去年初就跟各位讲这件事情了有人买了他就赚了赚了就赚了，那你要不要再回去买呢？你自己决定，但是至少赚了嘛，赚了就不错了，对不对？那有人说老师你这样不要买比特币，不要买数位货币，你这样也赚了大发是不是？赚比特币那些会赚，但是你有可能一夕归零，但是黄金不会，黄金是基本上100年之内它都是硬通货你怎么样币值变币值投资什么基金股票都可能会倒，黄金不会倒，哪里都可以换钱这个是铁律，好吗？所以在往这个上面去走了之后我们也发现川普他要开始，还有包含拜登他们都要一起不断的去针对中国企业，比如说像现在美国商务部在11月30的时候，就对之前我们谈过，他对东南亚的4个国家做一些太阳能面板，他要课征的是高关税的事情，来因应中国去洗产地，然后去给他们去做这些太阳能板的倾销。
那这个事情它这个高达多少趴的关税呢？高达271%的关税。那这个事情对中国会不会有影响？会有影响，但是中国不是只卖美国太阳能板，它还有其他地方能够卖，所以它顶多不能卖到美国去。那你不能卖到美国，美国难道就会出事吗？也不会，只是它要花比较多的钱买品质比较差的太阳能板，然后他去做他的光电。那基本上对他们来讲，就是你要付出多的钱，然后呢，你还要然后它的品质也没有中国生产那么好，那这个他们就只能自己承受掉了。而除了这个之外啊，川普他也是要开始进行说，他一上来就要对中国进行高关税。关税这个东西啊，其实跟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所有的军事活动啊，比如说格陵兰啊、加拿大啊这些事情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关税是可以用讲的，然后讲的你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它是一个无烟硝的一个战争。所以大家都预期的是什么呢？川普他的关税战倒数，所以是说现在包含了美国 CNN 他们都在呼吁百姓，趁川普还没有上台之前，要先去囤中国货，囤回中国一些家电啊，比如说什么呢 ？CNN 他们在11月30号就提供你要消费者可以购买新的大型家电啊、笔电啊、还有平板电脑啦、手机啊、游戏机啊，还有比如说他们的一些电动车啊等等之类的，电动自行车啦，这些之类的你可以提前去买，因为以后可能因为关税上来了，他现在厂商囤的货，他也直接给你提高价格上去。为什么？因为关税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关税就跟台风天买菜是一样的，台风没有进来，菜先涨10倍，是不是？关税还没有课，那他只要说开始课，哪怕我已经囤了半年的货，我一样给你涨价。为什么呢？因为我未来会课那么多税，那我现在先赚起来等嘛。那半年之后如果降税怎么办？那就降税吧，那也没什么关系嘛。那你先买嘛，早买早享受，对不对？消费来刺激经济，我们要为了国家着想，所以说借钱消费是你最好的选择，不要信这种鬼话，好不好？国家经济发展那是国家的事情，自己的经济那才是硬道理，好吧？好，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过去也提到是说，川普有警告过金砖的国家，你去美元就可以课100%的关税。这个事情当然也是跟他去收格陵兰，去把加拿大变成第51州一样的意思，就是我讲的很夸张，但是我如果愿意退让，那么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就是这是极限施压一个魔术了，好吧？老师喝一个茶。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啊，是什么呢？美国有许多经济学家针对老师讲这些事情啊，他们有更透彻的一个讲法。比如说什么呢？在美国经济学下，包含了一个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叫 Thomas 的他就有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做贸易战对美国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根本就从这个贸易战里面、关税战里面为美国得不到一丁点的利益。那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教授他就跟大家讲啊，中国卖到美国的商品都是浅层商品啊，这句话老师真的醍醐灌顶啊，对不对？浅层商品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做得出来，只是中国做的比较便宜，因为它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不对？还有他们的这个经济没有美国好，所以说他们卖给到美国去的，它都是一些浅层商品，任何人都可以做，只是中国卖的特别便宜，而且在特别便宜里面，它可以比别人卖便宜的这些一票人比起来，里面它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可取代，但是它做的比较精良，而且又符合经济价值。所以这个浅层商品提供给美国，会让美国是有更多的能力去使用这些的东西，而且我们用低廉的价格，我们的收入比较高，我用低廉的价格，我就可以取得这些物资，来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或者让我们的经济或者我们的工业在运用上面更加的得心应手，我们成本可以降低，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来去培养更高端的人才。但是如果你今天就进了中国这些商品，那么代表你美国你想要制造这些商品的话，那么你就得把百姓的名利去做，全部投入到这些造车啊或者5G这些商品里面。那么你把百姓的有限的名利跟他们的一些能力就去集中在这些浅层商品上面，那你对你国家成长是没有帮助的，是完全没有帮助的。而美国它本身就是因为开放时间很久了，经济成长很久了，所以说他们有一些的是生成商品，生成商品就是看到我们说的晶片或者是 AI 一些相关的，或是半导体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你跟中国差距的距离啊，那个就不是1年2年的那个差距，
你真的是说在贸易战之前啊，那真的有10年、20年的差距。那么你把你自己的生成商品用这些价格很有利润的价格去卖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就进步不起来，因为我无论如何研究，我都很难突破这20年的鸿沟。那么中国人就会想，我既然突破不了你这20年的鸿沟，我当然就把我的时间跟名利去为更多人去做好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的浅层服务，甚至他们只是盖好他们自己家里的房子，做好他们的基建。但是呢，用的软体、用的这些晶片、用的这些硬体，我可以跟美国去购买，来去帮助他们自己的成长。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一个互利，我给你便宜的东西，你给我利润好，但是我需要的东西，那么经济的大循环就可以开始去做。但是你一旦把这东西卡住了，那么两边的状况之下，美国就容易变成一个死水，因为它的关税不会只针对中国，它针对是所有人都要去跟人家做关税，然后让美国收这些关税的钱，因为川普他号称他为关税员嘛。但中国不一样，它这些浅层的商品，既然它可以短时间生产出这么多的东西来，瓶子可以一次吹出几百个，一秒吹个几十个，对不对？那么它就可以往其他地方去输出它的浅层商品到世界各国家去。那么其他的一些原本的贫困国家，或是经济没发展那么好的国家，它就可以用比较低廉的价格去取得跟美国生产出来的品质差不多甚至更好的商品，而且用低廉的价格，那么他们也会成长起来。那中国的这些经济、这些工厂所生产的东西，就还是会有人买。所以说呢，其实经济学家他们都非常有智慧，可以知道这个浅层跟深层商品的一个差别。所以说他就已经警告过这个政府，但是政府当然不会去听。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美国政府他搞的是党争，共和党跟民主党他们俩开始斗争，然后呢彼此之间只是为了要选举上，而没有真的是要为国为民你要去做的好的一个事情。不好意思。所以说啊，这些也包含的是说，中国现在的北斗卫星啊，还有他们的一些第6代战机啊。一方面，中国卫星可以锁定这个美国的 B2 轰炸机；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的歼36跟歼50第6代隐形战机又变成一个很特殊的，比如说还有爆震发动机啊，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老师不是很清楚，不能这样讲。不过那个三角形的样子，感觉好像是飞碟。我觉得这个他去美国回来，他不是去美国，他去那个月球背面回来之后啊，我真不晓得那个中国到底是不是跟那月球上老祖宗啊有发生什么样的交易？为什么说月球上老祖宗呢？不是嫦娥了。老师在以前那个古早以前的2019年的影片呢，说月球上有人住啊，那个超古早影片，不要去考古了。我只跟你讲，我讲过月球上有人的是那个是在我们的过去的一些典籍里面有去讲到这件事情，月球上是有人，而且月球是中空的啊，里面是有文明在里面的啊，这是老师很久以前的影片了。但是还是不要去考古挖坟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拍的影片品质不是很好，虽然现在也不怎么样，但是有点害羞，还是有点害羞。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你要去跟中国去做相关对抗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你越近它就越要去发展起来。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很多大学生，而且都找不到工作，所以他想尽办法要去找活路的时候，他不是只会推销啊，不是只会跳抖音，人家还是会做搞研发的。研发一旦出来，他们就功后将相，那么还不香吗？1000万个大学生里面，还是一句话，它产生1000万分之一的时候，你就有1000个天才，各个领域天才，每年给你1000个天才。我告诉你，天才这件东西啊，真的是再怎么努力啊，你都跨不去那个樊篱。每个人天才但有些人他是没发掘出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在。那中国发掘出来那些一年1000个，不是万中选一，不是10万选一，不是100万选一，它是1000万选一的话，一年有1000个天才。你美国有多少个天才一年？有人说老师，他住美国很久的一些老朋友就说，老师你还是不要这样讲，美国是聚集全世界各地方的人才，所以是说它不是只有本地的人才，它有吸纳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来跟他们做研究，所以美国还是不会输给中国的。是我老是觉得你讲的是对的，因为美国他们的一些顶大真的是非常优秀，而且是异常优秀。但是你顶不住别人的人海战术啊！你一年能够出多少博士生？你一年出多少论文？人家是人海战术啊，对不对？3个打你1个，3个天才打你1个天才，你这数量还是没你多啊。对，美国没办法一年出现一个500个天才吧？不行啊，也没办法出300个天才，对不对？没办法。但是中国一年给你出现1000个天才，3个打你1个，他也是赢啊，是不是？这个事情就变得很现实的一个状态。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印度也想去说他们要做6代机啊。但是呢，目前为止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就要达成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了。好，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老师刚才好像看到，
好，原神更新火神，我还抽到了，我还抽到，但是他装我没有抽到，因为我没有氪金。我决定把小孩子利用这个年底的压岁钱拿来氪金好了。就说你期末考不好，我就把你红包拿来氪金。2025年7月5日，2025年7月5日，一个日本老太太说龙井树啊，龙井树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看不懂日文。太平洋海啸，推背图会预测到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啦，因为它的可能比较准吧，因为我目前为止推背图比较不会去针对中国以外的地方去做预测。这样懂老师的意思吗？推背图它是一个中原文化为中心思想的，你要知道一个什么，他们推背图那两个老前辈啊，他们是在长安那边做官的，所以说他的思想是以中原大地为主啊，中原大地为主，所以说他不会去想说日本会不会有一些洪灾啊，美国会不会有大火啊，他这个不在他预测范围之内。说推背图里面不会有针对日本的问题，但是他会不会扑向中国沿海地区？其实就算有，其实他们的防洪的设备啊，已经算是算整个亚洲里面算是首屈一指的。有，我觉得它也是会流掉了，好吗？美国使用通过地毯建立是，这个美国境内即使下载软体越久的没有把牌底移出，美国企业禁止地毯运行。它的不是停止运行，是它的一个 App Store， 它是不能够提供你下载。就像什么呢？就像之前中国去下架了滴滴打车一样。它不能够去强制你手机里面的下载来的抖音，你去把它自动移除掉，或是你要强迫你把它移除，这个是不行的哈。这个因为就光美国每个州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它不能强制使用者去使用去 TikTok。TikTok 如果就是没有卖，它只是不能在美国去营运，但是呢，不是说你不能去它的官方网站去下载，那是可以的，好吗？有评论说，川普加拿大美国第51州购买格陵兰跟回到巴马运河是把战略收到美洲，那这只是唬人的啦，这谁都知道这个办不到的事情了他只是给你极限实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柯文哲在美国丢过手机吗？我真的不知道，他在美国丢过手机可能有可能没有，我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了。中国房地产未来是否几十年都无法翻身呢？中国房地产当然今年还是有点机会但是它顶多维稳吧。其实房地产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就希望中国的房地产永远没办法翻身。为什么？因为房地产是一个资本怪兽。资本怪兽就是你房地产发展越好的国家，你的国力就会受到限制。你国家要发展，你后代子孙就越来越痛苦。因为房子它这个东西是透支你一辈子以上的产品，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房贷它本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奴役老百姓的存在，就是资本家把现代的人变成了房奴，过去是农奴，他把它变成房奴的存在。所以是说，德国现在经济不好德国经济现在真的是不好。我们上礼拜谈过，它经济不好的状况之下，为什么百姓的感受还可以接受？我只是知道我现在买东西变贵了，但是百姓没有立刻的饿肚子，为什么？因为他的不动产基本上跟一滩死水没有什么两样。有在德国的朋友跟老师有跟他们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德国的房地产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英国为什么惨？因为它的房子很贵，而且伦敦的房子很贵，还包含了我们等一下可能谈，有机会我们等一下有时间，有老师有准备了，我们等一下可能可以谈谈英国的房地产。这个东西会产生这件事情，所以是说你要知道，当你发现中国的房地产它已经很难在成长的状况之下，你就可以确保你的小孩未来是可以一代一代的发展的越来越稳定。你说你这一代你买房子了，你这一代倒大霉，除了你之外，别人你后代子孙都会好，对不对？那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就是你倒大霉了，因为你2018年、2019年没有看老师的节目。我2019年就告诉你不要买中国的房子，有你就卖掉，除了你自己住的那一栋，你其他给我卖掉。我讲过，你有没有听？没有听，因为你没看到，那就是缘分还没到，对不对？那我也没办法，好不好？那也没办法。所以说，你只要看到中国的房地产陷入一滩死水，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就会欣欣向荣，百姓会越过越好，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你的钱不用去缴高额的房贷，你的可以消费的立场变多了。你希不希望你去外面卖东西的时候，客人都有钱跟你买？如果你希望客人都有钱跟你买，那么你就要希望不动产像一滩死水一样。
那么你的客人就会优先而去买你的东西，经济才能够活络，这是绝对的事情，好吗？加拿大不可能变美国，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他宁愿去跟印度人去挖大便，他也不会去跟你变成美国的，好吗？中国六代机可以发展出来是在30马赫的风洞，那也太可怕了，30马赫啊，我操，也蛮可怕的，30马赫，我操，那是什么样的速度啊？这简直是，我觉得他在月球那边得到了什么老祖宗的智慧吧，我猜是这样，好吗？德州是加入美国联邦，那个时代是这样，但是加拿大不行啊，加拿大是不行的，好吗？加拿大是办不到的事情。德州啊，德州本身就是墨西哥帝国的一部分啊，它自动加入美国，那也是形势所趋，对不对？它只是说我可以跟你美国政府叫板，我可以成立一个德州共和国，好，可以的，它有这个能力。但是它成立自己的共和国，并不一定长期发展会比加入美国来的安全。所以加入美国的大家庭对于德州来讲，它是比较合适的。说两害取其轻，我们就要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共存共利。但是如果你分开，那么两个国家的交往，那你必须德州它有石油嘛。那除了之外，你还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你就不一定啊，这个是不一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啊，你不能拿德州来去跟加拿大去比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加拿大它已经是一个很沉重、很长久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轻易的加入美国的联邦，而且美国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加拿大人的地方，除了就是说你不会被他制裁关税之外。基本上很多事情并不是说我加拿大加入美国之后变成一个第51州，然后它就经济蓬勃，人口发展迅速，或是要得到什么特别扶持，没有好处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去跟隔壁老王在一起，老婆跟他共享呢？因为没有好处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好吗？好，要继续下去什么稀里哗啦讲到51分了，要死我啊！所以说我们我还在喝一口水啊，什么稀里哗啦到了51分了，我操，我才讲到1/3啊。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这个东西经济就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手机它跟晶片是有关系的。目前2024在第4季中国手机市场的排名第1名呢，当然毋庸置疑遥遥领先华为这个东西是不是它的东西有多好不一定，但是这毕竟是爱国情操，而且还有中国官方政府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你使用苹果，你就不能进到公务机关，你也不能到这些国企里面去当然你一定会换嘛，对不对？谁要拿钱人就换苹果是不是？没有嘛，没这种人嘛，是不是？当然我好不容易考到编了，我每一次去为了苹果手机，然后我把编制丢掉吗？有没有这种人？有了，还是有，老师还是有见过一些贵客他们是丢掉，我宁愿不要编制，我要去什么奔向美好的未来，还是有还是有，但是不多了，还真的是不多了。所以说在第4季，中国第4季第1名是华为就是有激活的意思，里面有个表格是激活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正在使用的正在使用的。华为第1，那第2名是小米，对不对？小米老师也贡献一份，行李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是台湾版的国际版这个老师用小米用很久了，还挺好用的这样还挺好用，便宜嘛，对不对？那第3名就是苹果苹果跟小米其实基本上的份额是差不多的那苹果的话占中国的市场份额第4季的话是17.11%，那小米是17.14%，比较有差别就是华为18.04%，但是实际上来看的话这个看起来好像说数字差不多，但是跟上一个同一年的一个相比的话，那么基本上苹果是下降了17.3%，那华为增加了14.1%，这个差别是有的。那这个苹果遇到问题还不止这一些我们不是只是说中国特别不卖苹果而已，也包含了是什么呢？也包含在印尼iPhone 16在印尼是禁售的，为什么呢？因为印尼政府是要求他们本国销售的智慧型手机必须40%是在当地采购，所以是说呢，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那个苹果它是没有办法去目前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事情，所以是说呢，它在印尼也受到了一个下架的一个风险。那同样的状况之下呢，华为旗下的荣耀就是他之前在贸易战的时候把它割出去的这个荣耀手机那他希望说在今年3月之前3月底之前可以在印尼推出他们新一款智能手机，而且是在印尼那边卖的。可是为什么苹果不行，但是华为的荣耀可以呢？这重大原因就是在于是说，晶片中国它是有能力自产自销，而且它的设备是可以搬到印尼去生产它的这些晶片设备也是没有问题，但基本上应该不会这么做了，晶片应该还在中国做，但是它其他的产业链是完整的，
所以说它除了比较核心的元件之外，其他东西40%你要在印尼当地去采购，包含了螺丝或者是一些比较外壳等等之类的，那是可以达到的。那么它只需要晶片哦，还有一些重要的 CPU 元件可以在中国制造，那其他的在印尼是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的技术跟它的一个产业链是中国牢牢抓在手上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有人说那个中国现在对于美国的晶片管制反应没有那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年拜登这几年里面，他加速了供应链本土化。就是我能够做出来，至少我自己一出来一个手机，那么我争取70%在中国就可以自产自销。我说自己就有把这些供应链整合起来，上万个供应商去做一只手机，但是呢，我基本上我本土都可以找到这些供应商，至少70%，这个是可以的。所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啊，他就说，基本上你在竞争晶片上去阻碍中国大陆是获取技术、取得进展，你是做白工的。也就是说，他打了4年的晶片战，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说让这些晶片法案去做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变成白宫。那既然是白宫，那还要不要继续做？还要，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啊，他还是一样继续对中国的成熟制程的半导体发动了301的调查，也就是反倾销。所以说呢，他还是继续想对中国去卡脖子，但是卡得了吗？没有办法了，人家头探出来了，对不对？脖子你卡不到，因为人家头探出来，人家卡人家胸口还可以，对不对？脖子你可能卡不到了啊，人家有这个能力去自产自销了。而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包含什么呢？美国他自己也有研发出来的一个叫做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他们也开始做出一个新的丢雷射技术，也可以在做什么传统二氧化碳的雷射，也就是他们的光刻机，艾斯摩尔光刻机。所以说，艾斯摩尔他已经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掌握整个半导体的发展。美国自己可以研发出来好的商品，中国也有他们自己7奈米的光刻机的专利，他们也有，但是就是良率不行了。说白，这个9月份的时候，老师跟各位讲过了，因为中国它有7奈米光刻机的专利，但是这个光刻机它就良率做不出来嘛，而且又机台又大，耗电，机台又大，良率又不够。所以你有这个专利是什么呢？不代表你领先。你代表是说我做得出来，而且我不会侵犯到这个艾斯摩尔的专利，我能，但是我做的没那么好。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道理。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新的问题就在于是说，我们在4年前的时候，老师跟各位谈过，这个所谓的这些半导体的问题啊，是基于现在的这个矽晶圆的技术。但以后如果改了材料之后，因为3年了，改了材料之后，那么你整个半导体的市场又会重新的翻转。所以说现在也包含了这个丢雷射技术帕瓦奇的丢雷射技术，这老师不是很了解，说没办法跟各位讲很深，意思只是现在的光刻机的一个模式可能也会做一些改良。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它连材料都变化？这个当然也是有的。所以是说现在整个晶片的战争上面对中国来讲是比较有利的。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晶片的市场上面现在最主要需要的并不是3奈米、5奈米或是1奈米的一个高规格的晶片，当然 AI 晶片是很需要。但是呢 ，AI 晶片它是可以单独的话，当然，现在目前中国的中芯国际或是任何的一些半导体厂是完全不是辉达的对手。辉达至少离他们一个世代，没有什么问题。辉达现在发展速度又更快，所以是很强大的。但是中国有集群效应，我1对1打不过你，但是我一群人打得过你这个就是该说什么呢？就是以量制胜吧，就是这样。但是中国换另外一个战场是什么？全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28奈米以上的晶片，28、40奈米或者100多奈米这些成熟制程的晶片。那么它中芯国际现在的策略就很简单，我直接降价，对不对？你美国也可以做得出来，我知道做得比我们还要快，良率更高，我也知道，对不对？美国你们的技术就是牛，就是超级牛，是不是？牛与鸡超级牛，是不是？但是中芯国际就很简单，我28奈米的晶片，我给你降价，我卷，我再卷，我跟你卷，跟你比卷，对不对？我当卷人可以了吧？是不是？我卷自己人不够，我连外面人一起卷，我就当成一个大的一个蛋卷。所以说它降价了40%。当你降价40%的时候，中芯国际还能不能赚？可以赚，赚不多。说白了，赚不多，就是薄利，就像他们那个什么那个卖电动车一样，对不对？那个特斯拉可以赚40%的毛利，他们那个什么比亚迪可能赚了17%的毛利，那当然就变得赚很薄。但是市场是我的呀，对不对？我有订单，我工厂就可以维持。你没有订单，你的工厂怎么维持呢？你的劳工要不要吃饭啊？你的税金要不要缴啊？对，你的房租是不是钱啊？你的贷款要不要付利息啊？都要，对不对？我也要，但是我没你那么贵。
对不对？地可能国家还可以支持我一点，反正全部的地都是党的地嘛，是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现在中芯国际它就把28奈米制成的晶片直接给你降价高达40%，那么这对它所有的一些晶片市场的市占率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说，你未来科技发展上面中国跟美国之间，靠过去拜登之前川普老先生他在第一任所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说，过去我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中国还是很愿意跟美国去谈。现在中国愿不愿意跟美国谈？愿意，但是他的底气不一样了。我可以跟你谈，你也不一定要跟我谈但是我们能够谈是最好的，我省力嘛。那如果你不跟我谈，那我们也可以不谈那大家各看各的怎么去搞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美国它现在必须要从外面找到新的战场，也包含什么呢？也包含了这个美国劳工署他们在上个礼拜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去年12月非农就业人数大增25.6万，远超预估的16.5万，也比修正后的21.2万它呢高上许多。好，看起来一切都是很好的状况，但是呢，它实际上你会让联准会去怎么估计降息的问题会有一些的考量。那你没有降息的话，那么对金融市场来讲就产生了一些期望值落空，因为他们当然是希望降息释放更多的一些资金出来，然后让这个市场有活水。所以说，无论是哪里的股市，哪里的市场，你都必须要有资金，你才告诉我未来有发展跟赚钱的机会。说马来西亚你没有钱进去不行，越南没有钱进去不行，台湾也是一样。现在高价买房的人，我敢跟各位保证，这些人这些新鲜进去的人，他们肯定至少在今年，他们会尽可能的不降价。我可以不加价卖，但是我尽量的不降价。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赚钱了，我已经看不到获利的空间了，对不对？那我还降价干什么呢？我就拼着吧，我至少可以拼5年。为什么拼5年呢？因为你宽限期嘛，对不对？我拼5年宽限期，搞不好那时候就好了。那当然，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现在看不到降价，但是成交量下低，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台湾的房市也不是怎么理想。为什么成交量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我不卖你便宜，那我买不起贵，我们就撑着看谁先倒，是不是？当然是不可能倒的，因为你有房子，你要让房贷可以缴出去，你就得租人，租金市场可能变贵，但是租太贵，别人不去租，那你也得去缴房贷，所以这个东西恶性循环就会开始。说美国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办法去降息的话，那么你股市的新血就进不起来，现在的股市就变得有点危险。为什么？现在的股市是期望值，所以说在宣布之后美国道琼就当天就跌了696点。那当然就有一些投资专家去警告是说，美国的这个股市的泡沫快要破掉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戒慎恐惧一点。降息，这毕竟是川普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是商人，所以他希望降息，然后让经济再次的 QE， 然后再次挽救一下美国的经济，或是让这钱大水漫灌到世界各地，再收割一波韭菜。但是前提还是在一点，就是什么？你欧洲现在要去割他的韭菜，但是你把人家的天然气给关了，泽连斯基关天然气，难道没有美国受益吗？对不对？你把泽连斯基把那个天然气给关了。那么欧洲接下来需要跟美国去买这么高昂价格的液态天然气，那么他们的钱还能够做其他事情吗？就没有办法，你就变成图利到美国的石化业者，但是其他产业并没有办法赚到这些钱。那你资金被过度的集中在特定产业了之后，那么你其他要发展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欧洲当地的人他必须花到更多的钱去买他们或是维持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消费力也会降低了。当然我们也知道。挣钱挣谁的钱？挣穷鬼的钱，这个是姜文说的，不是我说的，那个是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挣穷鬼的钱，一般来讲都是政府他们最该做的事情。你挣了穷鬼的钱，那你穷鬼也得有产值。当大家都没办法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难一点。所以说，无论是拜登他是不是要把那个晶片禁令降到16奈米，或者是说你些更多的技术要去限制中国，其实基本上都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中国既然有能力可以做到7奈米的时候，它5奈米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良率的问题。而当它把所有你成熟制程的利润都把你卷掉之后，你拿什么钱去补贴你这些要进行的3奈米、5奈米的这些投入呢？这些补贴呢就没有了。生意就是这样，就挖东墙补西墙。我拿这边赚的钱去补
补贴到我这边不赚钱的研发的地方。华为就这么干的，我拿赚钱的地方来去补贴这些研发人员，给他们很好的福利，给他们很好的待遇，然后让你变成超级996，对，1212，1212了，哦，是12点到12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华为它可以起来，就是因为我拿到了 A 的钱去补贴 B 做出来了，再去让 A 去赚更多钱。但是当中国去卷了之后，那么对不起，你的 A 已经不赚钱了，你 B 要怎么去投入它呢？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循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讲快一点哈，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也就包含了是说，中国现在虽然这些军火展还有 AI 的问题啊，他们已经不只是研发在机械狗部分啊，机械狗就是在战场上面啊，基本上可以去节省大量的士兵的损耗之外，还可以大量的去损耗对方的士兵。我自己的人命可以节省之外，我还可以再消耗别人的士兵。无人机从上面去打，但是无人机的恐怖还不如你机械狗的恐怖，因为机械狗会走到你身边，无人机从上面看不到就是看不到，但是机械狗是可以直接跑到你身边，听你的声音，然后闻你的气味。别以为机械狗不能闻气味，是可以的，好吗？电子鼻是可以闻你的气味的，然后在你前面给你一枪，你怎么躲都很难躲。而最可怕的是，现在中国的 AI 展在3月中吧，好像3月10几号有 AI 展，他们要推出来的是什么？人形化的 AI 机器人，好，就开始变成人形化了，你知道吗？人形化的意义其实不高啦，我觉得人形化只有让我们没有恐怖谷效应之外，其实基本上应该没什么太大用别，可能用到成人产业可能还可以啦，但是人形化我觉得用途真的是不高。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啊，无论是美国对俄罗斯进行了一些油价的制裁，或者是你天然气的卡掉，那么天然气跟能源的涨价都必然会增高。比如说现在就增高了。礼拜五的时候增加7.8%，一周涨了2成，那这些钱都会变成百姓的负担，就是因为你把天然气卡掉，所以说你再去割欧洲的第4轧韭菜，基本上是很困难的事情，好吗？其他的问题包含的是德国的这些糟糕，后面还有一些没讲到就算了吧。英国的房地产这些事本来是要讲，英国这个本来要讲，那我们英国的房地产我们跳过哈，那个给老师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各位借5分钟，好不好？5分钟之后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5分钟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这个中国啊，现在在西藏啊，它地震的西藏，它现在在雅鲁藏布江那边哦，还要建立一个新的水力发电的工程。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的标题上就有写，它是一个超级水力发电，它的发电量啊，相当于长江三峡大坝的3倍到5倍。各位，老师说的是三峡大坝的3倍到5倍。过去三峡大坝花了多久的时间盖起来？现在他们盖起来速度就更快了啊，3到5倍的发电量，这么大的发电量啊，它预估是可以让3亿人的用电量是可以做到获得满足的。3亿人呢？3亿人是什么呢？我把欧洲人都有电都给你发起来了啦，这样你们清楚一点，是不是？3亿人的用电量，好不好？当然也没办法那么多了，因为实际上你要看到那个枯水期啊，或是什么状况会有。但是至少它现在做出来之后，它的规模是全世界的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当然，这个里面会影响到什么？包含它的下游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流经的印度孟加拉之类的地方，就会说你这个不行啊，对不对？你把水截去发电了，那我们的水去哪里喝啊？是不是？所以说美国也反对啊，这是不行的。我们跟印度站在一起，我们坚决反对中国去盖在雅鲁藏布江的发电站。这个问题啊，就想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电站你就算没有这个，它有没有盖起来，水还是会进去啊，但是水位是会下降，但是暂时性的会下降，那是的确是没有错，影响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要看这件事情是这个水力发电站，它之所以老师把它拿出来讲，它影响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它不是要把电只能供应给中国内地的百姓，比如说无论是给到四川啊、西安啊，或是哪些省份。这些一过去就是几千公里的事情，你把这边发的电花几千公里的长度去送到百姓的身上，这个实在是没有太大的经济效值。为什么？因为你电线也是会损耗的啊。这所有，因为他们现在不是超导体嘛，你只要是到这个电线的地方，它一定会有损耗，不可能没有损耗的。又是几千公里，开什么玩笑？那损耗可大的呢，对不对？你做那么远，其实不一定是有这个经济成本。只是可以保证说我自己的能源，我自己可以多一个能源来源啊，这个没问题。但是
各位去想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雅鲁藏布江这边发电站，它可以去把这个电放到它的邻国啊，无论是说你在那个什么，无论是那个孟加拉或者其他的国家，那边不是还有一个皎漂港吗？对不对？哦，那你这些的电，你就可以透过西藏往它旁边接壤的邻国去输送这一些便宜的电力。说孟加拉它叫归叫，但是它不会再去跟中国对抗。为什么？因为我叫一叫就让你知道你的电可以再卖我便宜一点，我自己发电，我得去买贵33三的什么这个天然气，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管理好我的核电厂。那么我那电最好是别人给我，而且用便宜的价格给我，我房子不用盖，我就有屋子房子可以住，那是不是很好？你帮我盖房子，我来住行不行？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是说，在西藏雅鲁藏布江这边盖的水力发电，它可以就近的提供它的邻国各种的一些小国家地方建设所需要的电力。你没有能源，你有建材也没有用，你就是需要有能源，你才能建设你自己的国家。没有电，没有这些能源，你是什么都做不了的事情。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是说，它这个水力发电呢，它最大的用途是在于是说，当我把这个水力发电盖好之后，你们也得到我便宜的电了，那么以后我说什么，你们是不是要配合？对不对？我给你们电，那你们去用电，那你以后反对我，那就不好意思，我不卖电给你，可以吧？我不卖电给你，那你建设起来的都市，那么你就没有能源使用，或者是你得要花更高的价格去使用。所以是说，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我在我国家境内，我发这个发电厂，而且我的成本就是水力发电的成本，我既不烧煤，我也不烧天然气啊，我也核电可能会盖了，但是应该不会盖到西藏。那么我靠水力发电啊，我就把这些电啊便宜的电去卖给你们这些周边的小国家。那么你们拿到我的好处，是不是我要做什么，你们就得听话？如果你跟我的敌人太好，我就告诉你，最近发电量不足，你们要节约用电，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结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这个造价即使高达了1兆人民币，但是会不会做？他肯定要做，而且非做不可。只要一做了，整个这中亚地方的事情啊，中国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因为你们跟我买电。那就是两回事了，对不对？那中国好不好还可以自己做，在那边做又种大片电。当中国能源可以更多的产生的时候，自主产生这些能源的时候，那么很多事情就变成不是美国单方面或者欧洲单方面就可以去让中国去忌惮的结果。因为我有能源，那么我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俄罗斯就是因为有能源又有粮食，怎么打都打不死。过去连成吉思汗应该只有成吉思汗的子孙可以征服俄罗斯之外，其他国家包括拿破仑都干不过的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人我有粮食，你要能源我有能源，加上我还不要命，那就差别就差很多了。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能源跟粮食这2个点。那能源当然俄罗斯有，伊朗有，各个国家给他能源，但是还要花钱买嘛，所以他要盖了核电厂，盖了水力发电，盖了太阳能发电，也包含中国现在要消灭世界上第一次人类之力可以消灭沙漠的创举。那么这些事情当然都会影响到气候的变迁，因为这个地方沙漠消失了，那么其他地方就可能产生沙漠。这个世界是平衡的，这其实很合理的事情。中国消失沙漠，不代表世界上就会少一个沙漠，而是在其他地方形成一个新的沙漠啊，这个是必然的一个事情产生的，只是不知道在哪里而已。但是至少中国增加了很多我可以产粮食的地方，我这样产粮食，能源又可以越来越满足，那么我发展 AI， 我去让整个国家里面更加的科技化，那这就不是问题了，因为 AI 需要的也是电，电从哪里来？自己发，那不就更好吗？好不好？好，不好意思，跟各位借了5分钟的时间了，那就先这样啊。那个艾斯摩光刻机啊 ，Samer 提供 ，Samer 是美国公司，很好。那个基源上20号检，当然了，那个当然没那么快啊，那个丢雷声的没有办法那么快啊，那个需要时间，那个的确不可能那么快。只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个起点之后，它后面就会产生路径的延伸啊，包含了说你有这个丢雷射的光刻机，那么你后面的原物料你是不一定只能用矽晶圆，它可能用其他的碳基啊，还是什么，还是铁基啊之类的啊，不一定啊，那不一定，这个是我们可以再观察下去的，好吗？好，感谢今天 Jeff 这样的赞助哈，感谢大家赞助哈，有钱捧人场，有人捧人场。我们今天的朋友是比较少一点，大家太冷躲在家里嘛，还是觉得啊，明天再看就好了。
好不好？好，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哈。那最后还是提一下哈，今天是1月12号，下周的今天，那我们就是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流年批算的业务，我们要准备就在隔天就要停止了。下礼拜直播完，隔天我们就要停止。还有包含2025年的安太岁、解厄、白虎、药师啊，各个的一些点灯的服务，那也会在下个礼拜的今天的隔天，也就是8天后。那我们就要截止了，因为这个次的老师做了一个科仪啊是比较深厚的，因为今年病符星做中宫嘛，所以既然是病符星做中宫啊，老师就要花比较多的前置的作业啊，每一天老师都要诵经，我们每天要诵的这个清净经、心经啊，心经不知道念几遍了，金刚经、药师经，这些经典我们都要每天的去诵持，每一天。现在各位，我老师每天都要诵这些经典的啊，每一天都要去诵。还有其他师兄弟帮忙送，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老师这次是因为今年毕竟它有病符星，所以老师很早开始。一般过去你可能前10天开始就可以，然后老师这次几乎快前21天，我们就已经开始做这些诵经的法会服务。那也是希望但各位新闻老师来替各位去做更好的一些支持，好不好？这是我的专业嘛毕竟我说到底我还是一个算命的，好吗？那还没报名的记得报名，那记得在8天之后我们就截止了。截止之后呢，老师要休息好几天，那过年我要休息几天，因为很累，好不好？很累好，感谢各位今天收看，下周3我们更新12生肖在阳历2月的流月运势解析，还有一些短视频，我们开始更新。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